我弟弟出生时双眼紧闭，奶奶说这是鬼遮眼，于是举起包裹着弟弟的被包，狠狠地砸在了地上。可怜的弟弟还没来得及哭出声，就直接断了气。妈妈也在这天难产而死。1984年6月1号，这是我这一生都无法忘记的痛。然而，上天却让我重生到了这天。此刻我发了疯似的往家跑，但愿一切都来得及。不怕，姐姐在这里。我终于救下了弟弟，可躺着床上的妈妈还是死了，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。妈，死丫头，你把灾星给我。这就是我的奶奶，满脸的尖酸刻薄。上一世就是她不肯给妈妈找医生，害得母亲难产而死，还残忍地摔死了刚出生的弟弟。两世积攒的仇恨在这一刻终于爆发。我猛然伸手推向奶奶，一声杀猪的声音响过，她摔在了地上。我则趁机抱着弟弟就往外跑，也不知道跑了多久，我只觉得脑袋越来越重，应该是刚重生回来的后遗症。就在我即将晕倒的时候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：大姐。我转头望去，是记忆深处的二妹二丫。弟弟。我猛然惊醒，发现身处一个小破屋，屋中点燃了一个破油灯，一个13、14岁的女孩抱着一个婴儿哄着，一个12、13岁的女孩在边上手足无措地看着，而在他们的身边还躺着一个熟睡的6、7岁的女孩。这是我的3个妹妹，二丫、三丫和4丫。前一世妈妈死后，我的这3个妹妹都没有好下场。二丫被奶奶嫁到山里，听说那家的儿子是个傻子，我找不到那家的位置，直到死我也没有再见到二妹。7岁的4丫有次发烧了，本来是个很小的风寒，可爷爷奶奶不肯拿钱，等到我借到钱已经晚了，4丫病死了，2个妹妹都没用好下场。为了活路，我带着3丫跑出大山，最后3丫却因为嫁了渣男，被丈夫和小3逼得自杀。3妹死后，我悲伤欲绝，查出胃癌晚期，被丈夫和妓女赶出家门，靠捡破烂为生，最后病死在垃圾堆里。那年我50岁。前世我和妈妈、3个妹妹、弟弟都活得悲惨，这一切的悲剧的来源，就是家里这些所谓的亲人。孩子给我吧，大姐。我摸摸他们的小脸，而后接过这一世被救下来的弟弟。这可怜的孩子脸色都白得发青，哭着都没有尽头，这是饿的。你先抱着孩子，我去找吃的。我来到厨房找了一圈，里面却什么都没有，就连水缸都是空的。哎呀，差点忘了，早在3年前，也就是1981年，家中盖了新房子。房子盖好后，爷爷奶奶说妈妈生下4个姑娘没有资格住，我们姐妹4个赔钱货也没有资格住，于是就被赶到祖屋来住。但搬出来后却不算分家，我们的公分充公，挣的钱也充公。奶奶怕我们偷吃，不许我们在祖屋中生活，所以这个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。我要怎么喂弟弟呢？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隔壁的院子也响起了婴儿的哭声。前世的记忆中，隔壁住的是孙婆子和她的儿子儿媳妇，这时候她儿媳妇也刚生孩子，正是哺乳期。于是我回屋抱起弟弟，来到隔壁敲门。大妮，这么晚来有事情？孙婶子，我想请嫂子喂喂我弟弟。大妮，不是婶子心狠，我们母子挨饿剩出的粮食给你嫂子吃，才下了那么一点奶，我孙子都不够吃，没有能分给你弟弟的。再者，你奶奶……我沉默了，看着怀中大哭的弟弟，不知所措。可就在这时，屋中传来了孙家媳妇焦急的声音：“妈，你快点进来啊，狗子又拉稀了，怎么办？”怎么啦？我想了想，也跟了进去。一进来，就看到孙家媳妇正给他儿子换尿布，狗子大哭不止，孙婆子一家都急得团团转。可我一看换下来的尿布，就知道了狗子的病症。婶子，你帮我抱下我弟弟，我来看看狗子。你可以吗？相信我。我抱起狗子，在他的脾经天枢几个穴位上轻轻地安抚着。这是前世老中医教给我的一个按摩手法，专门针对拉肚子的人。按了一会儿，狗子果然不哭了。这真的不哭了？大妮，你怎么会这一手的？是我妈教我的，我妈读过书，要不是嫁到了这儿，也不会这么早早的去世。孙婶子，你家有山楂和粳米吗？有啊，你用山楂和粳米熬成粥给嫂子喝下去，然后再让她给小侄子喂奶，就可以止住小侄子的拉肚了。孙婆子马上叫出了儿子，让他帮忙烧火，给儿媳妇熬粥。孙家媳妇看着儿子不哭了，很高兴，感激地看着我，而后看向我那已经哭哑了嗓子的弟弟。没等我开口，就给孩子喂奶了，这也算是礼尚往来。婶子，嫂子的身体亏损得很厉害，奶水也不是很好，狗子这次拉肚子就是因为这个。你要是信我，
我可以帮嫂子调养一下。这个需要钱吗？不需要，但是我弟弟调理好，保证我孙子不拉肚，平平安安的不生病，我就让儿媳喂你弟弟。一定，谢谢婶子。我喜出望外，对他告辞，抱着弟弟回家。弟弟吃饱了，不哭也不闹，我这才有片刻的闲暇。咱妈呢？被大伯和二伯抬走下葬了。不哭，妈妈也不希望我们哭的。大姐，我们以后没有妈妈了。是啊，我们没有妈妈了。弟弟出生时只是没有睁眼，奶奶就要当场摔死他，幸好被我及时接住。为了省钱，奶奶没有请产婆，也没送我妈去医院，导致我妈难产而死。所以弟弟一出生就没了奶水。为了让弟弟活下来，我只能去隔壁邻居家借。邻居家媳妇也正好生小孩，但总是拉稀。我答应帮她调理好拉稀，她就帮我喂弟弟。一大早我就背起竹筐进山了，准备采些草药回去给邻居孙家媳妇做药膳。这时的山里面可不像后世的，连个野生兔子都没有。这时的山中各种野兽都有，碰上熊狼、狐狸等，那可都是要命的。我正蹲在地上采药，突然躲开！我一愣，山里怎么会有男人的声音？可下一秒，一头野猪横冲直撞地跑了过来。哇妈呀！我拔腿就跑，但人怎么跑得过野猪？眼看野猪越来越近，我手脚并用，一下子爬到旁边的一棵树上。完了完了，这咋刚穿越就要歇了？救命啊！枪声。同志，你可以下来了，已经没事了。我慢慢地退下树，确定那猪已经死了，唰的一下瘫在了地上。同志，你还好吗？谢谢你救了我。同志，我因为腿伤，刚刚打猎的时候失去了准头，没有打死野猪，还让野猪发狂，差点害了你。哦，原来是你呀！我说野猪怎么突然那么疯癫？不过也不全是你的错，没事我就走了。哎，同志，我是猎户，我们山中猎户的规矩见者有份，何况没有同志你在前面诱敌，我也许还打不中，所以这猪肉有你一份。诱敌，将我当成诱饵了，可气！我不要猪肉，要野鸡可以吗？行，山中猎户的规矩，见者有份，这鸡和猪肉都可以分你。猎户来到野猪的面前，就地把那野猪分解了，将一只猪大腿给了我。然后又拿下一只鸡。其实我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山里的规矩，而是这个男人想要帮助我，为了弟弟能活命，这时候可不能矫情。我对他道谢之后，将野鸡和肉放在筐里就下山了。回到家中，我将肉切成2半，一半藏起来，另一半和鸡装进筐子里，送到了邻居孙家。约定长期喂弟弟的事情也算是定了下来。可就在这时，四丫像个小火车一般的冲进来。大姐，你快去看看吧，奶奶要打死二姐了。别哭，大姐去看看。我马不停蹄地赶到新宅，很远就听见奶奶徐老太的咒骂声。她正拿着马鞭对着二丫死命地抽，那狰狞的脸分明就是要抽死她二妹。我上前一把抢下马鞭，转手啪啪啪地抽了3鞭子在徐老太的身边的地上。我很想打在她的身上，可是那样我有理也变成没理了。哎呀妈啊！田大妮，你个丧尽天良的东西，敢打你奶奶！奶奶，有奶奶往死里打自己孙女的吗？门口的人纷纷议论，说徐老太太狠，对孙女下死手。徐老太见状，转瞬拍着腿，大哭大喊起来：我的天啊，这是没活路了！大的指责我，小的偷懒啊！今天我告诉二丫在家做饭，等男人们都回家了，还没有做好，我就气得打2下。就说我不对啊，还要打我，你们2个不孝的东西！徐老太的话让周围的村民口风又变了。徐老太见状，洋洋得意：二妹，你说实话，今天为什么没有做好饭？奶奶让我割草喂猪，爷爷让劈柴，二婶让我洗衣服收拾屋子。我洗完衣服回来已经过了饭点了，爷爷骂奶奶，奶奶就打我。我听完心中疼得发颤，这是在拿二丫出气呢。田家除了二丫没有一个人能做饭吗？二丫喂猪劈柴洗衣回来没时间做饭，就差点被打死，有这个道理吗？这也太过分，那还是一个孩子，我家丫头也没这样啊！气死我了，这个死丫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牙尖嘴利了？这时爷爷田老汉走了出来，饭还没做好，都想造反啊！回来做饭！我眼中的仇恨更甚，这个爷爷就是全家拈坏的存在，所有坏事是徐老太做的，可是却都是他指使的，这回又要拉偏账了，那也要看我允不允许。爷爷，我二妹这顿打就白挨了。你还想怎么样？谁家老人不打孩子？滚进来做饭！爷爷这样说的意思就是我二妹无缘无故差点被打死，是活该了吗？你奶奶今天也不在家，她也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只记得走的时候交代二丫做饭了，回来看见没做好，自然生气。你做孙女的怎么这么不依不饶的？呵呵，奶奶不知情，差点打死二丫。那爷爷和二伯，
二伯母几人也不知道情况吗？为什么都眼睁睁看着二丫差点被打死？田老汉老脸一红，恼羞成怒的差点炸了，不过很快消散了。好了，这件事情二丫受委屈，给二丫煮2个鸡蛋。呵，我二妹差点被打死，就2个鸡蛋。爷爷，村里人都说你仁义公正，你看我二妹今天无缘无故被打成这样，你不会连药钱都舍不得给亲孙女出吧？田老汉自知理亏，从兜里拿出5毛钱递了过来，去给二丫买药。谢谢爷爷。在84年，农村1个月也就几十块钱，5毛钱也算是不少了。我小心的装好，看见田老汉还要说话，于是抢先一步。爷爷，二丫伤成这样，家中还有弟弟，给我点米，我们回去自己做吧，这样我好照顾二丫和弟弟。我那弟弟可怜啊，我妈妈拼死给我爸留下这条根，结果连点口粮都没有，昨晚上饿得哇哇直哭。爷爷，我弟弟可是我爸唯一的根，咱们老田家的子孙，你不会不管他的死活吧？我说完，拉了二丫一把，二丫不解地看着我，一脸的懵。于是我又说，我们妈妈死了，以后我们就是没妈妈的孩子了。妈妈，我要妈妈！田老汉太阳穴都跳起来了，他拿着烟斗的手气得都颤抖。不过理智告诉他不能生气，去拿吧。我背着一小袋粮食，扶着二丫往家中走去。妹妹4丫长到7岁大的时候，都还从没尝过肉的味道。8岁的时候，又得了一场普通的高烧，可因为爷爷奶奶不肯拿钱，等到我借到钱时已经晚了。4丫病死了，重活一世。我回到了妹妹4丫7岁的这一年，我发誓绝不会再让妹妹们受苦。从爷爷那儿拿回一点粮食后，回到家中后，我就开始生火做饭，并且把之前偷藏的野猪肉拿出来，煮一锅肉汤，上面贴着金黄的玉米面大饼子。饭还没好，4丫就坐在灶台边上不动，快馋哭的感觉。给大姐尝尝咸蛋。小4，是咸了还是淡了？香。我觉得好笑的同时又心酸，田家人偏心，可怜的4丫长这么大还没有吃过肉。一会让你好好尝尝。饭桌上，我微笑地看着大吃的3个妹妹，吃完饭又抱着大哭的弟弟去隔壁孙家喂奶。回来后，我们弟妹5人睡了第一个饱肚子的觉。第2天，我让3丫在家照顾受伤的2丫和弟妹，准备再次进山采些草药。今天运气还不错，没有遇到野兽。可就在我准备回家时，一声呼痛，声音传进我的耳中。我疑惑地回头，发现声音是从一块大石头后面传来的。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绕过石头，后面果然躺着一个人。是你？是之前给我野猪肉和野鸡的猎户。同志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浑身都是伤，是遇见野兽了？是啊。你等下，我懂些中医，先采些草药给你上药。别怕，他们已经死了。你打死的？要不然怎么会弄得一身是伤？我感觉自己的脑容量已经不够用了。这个男人竟然打死了狼，还要给我上药吗？啊，上，我这就来。我平静下来，忙转身采药去。因为没有纱布，只能用龙须草编在一起做绳子用。包扎好了后，我对他说：“好了，同志，我扶你下山吧。”不用，我缓一会自己回去就好。你自己再深山可以吗？猎户闻言随意地看向我，却对上了我一双清澈的大眼睛，里面带着浓浓的关心。他瞬间低下头，掩饰住自己的失态，点点头：“没事的，我一个人能下山。”那你自己小心点。我没再多想，回家先将给2丫身上治伤的草药分出来熬好，让2丫喝，而后拿着给孙嫂子调理的草药去孙家。从孙家回来，我就开始给弟妹做饭。忙碌的一天对我来说很充实。晚上躺在炕上，又莫名其妙地想到了山上那个怪男人。山上野兽那么多，他会没事吧？大姐，谁呀？啊，没事，睡觉吧。这一夜我总觉得心空落落的。第2天一大早就跑到昨天的那块大石头后看，我怕那个男人死在哪儿。可大石头后面已经没了人影。你担心我吗？我就是来看看那2只狼。没想到女同志还挺关心狼的。你没事就好，我家里有事，先走了。我抬腿就走，可与猎户擦肩而过的时候，却被他叫住了。等一下，见者有份，也算是答谢你昨天为我包扎。是那狼的？狼的，敢吃吗？哈哈，他吃人都敢，我吃他为什么不敢？谢了。喂，同志，我是秀山屯赵家的，我叫赵刚了，你呢？我也秀山屯的，我是田家3房的田大妮，再见。田家田大妮。我走到山下才反应过来，我和那赵刚无亲无故的，怎么能老要他的东西？看看狼大腿，又想一想家中的弟妹，算了，人穷志短，都欠他一次人情，就再欠一次吧。秀山屯有2个大户，就是田家和赵家，但是赵家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一个叫赵刚的，是时间太久忘记了吗？回到家中，我看见3个妹妹和弟弟都没有在家，很是奇怪，于是放下东西走出来找，正好遇见孙婆子。孙婶，你见我弟妹了吗？看见了，你爸回来了，你3个妹妹抱着你弟弟去新宅了。我脑袋嗡的一声，浑身都颤抖着，我强迫自己冷静和孙婆子道谢，而后走向老宅。我的爸爸田老三回来了，爸
爸爸，这个世界上给人最温暖、最依靠的称呼。不过放在田老三身上，就让人觉得嘲讽了。在前世，我就当他死了。前世的时候，二妹被卖，四妹病死，我为了生存，带着三妹逃到市里，艰难的生活。不久后，田老三找到了我们姐妹，却不是为我们出头，而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了我们一顿，将我们姐妹强行的带回到他市里的家。回去了，我才知道他为了往上爬，要将我嫁给一个50多岁的老头，而三妹也被他和奶奶在农村找了一家人家，已经收了彩礼，就等着三妹回去嫁过去。而三妹要嫁的人是一个酒鬼。我在难以压制的悲愤中走到了田家大门前。你这个逆女，我生你干嘛？就是为了让你气你奶奶的。你个不孝顺的娃姨，还要你奶奶的钱，要你爷钱，你有那个命花，还要粮，怎么没噎死你？你那什么眼神？看你还看？我的脸已经肿起来了，嘴角流下了血，周围又围满了人。田老三心中的怒气更加的大，感觉没有面子了，他抬起手还要打。突然，二丫冲出来抱着我，对田老三哭着喊道：“不要打大姐，爸爸别打大姐了，要打我吧！”你给我滚！田老三，你今天敢打二丫一下试试？妈妈为了生儿子惨死家中，还没过头七，刚出生的弟弟就要被扔出家，甚至爸爸还要打死妹妹二丫。就在我和他争吵时，一个大着肚子的女人走了出来。大妮，快点起来！哈，田老三，我妈刚因为给你生儿子惨死，还没过期呢，你就带回来一个大肚子的女人，你对得起我妈吗？你还敢和老子这么说话，我打死你！三哥，别生气。大妮，我和你爸爸是同志，来这里公干，你爸爸受到厂里领导的嘱托，才格外照顾我的。我在这也没有别的地方住，就来借住几天。我余光看看围着的村民们，张米的解释是给周围的人听。大妮，我常听田三哥提起你们姐妹，他在外面时刻都在想念你们，这不听到你妈妈过世后，就马上回来想要接你们去市里。去市里？对啊，你妈妈已经走了，你爸爸自然是不放心你们在这里了，也不忍心再让你爷爷奶奶受累，所以要把你们接去市里。张米的话说完，周围的人就轰的一声炸了。看看到什么时候都是亲爹，多生气也忘不了自己儿女。可不是，这又接市里，又安排工作的，这大妮和三丫真是好福气，以后不用像我们一般在地里刨食了。大妮啊，妇女没有隔夜仇，服个软，和你爸道个歉。张米见周围人都向着他说话，心中一阵得意。大妮，你看你这孩子，一看见你爸就大呼小叫的，也不怪你爸生气，以后到了市里可不能这样了。你别碰我！哎呦喂！田大妮，你还来劲了是吗？非要老子再揍你？三哥别这样，孩子要慢慢教。周围的人说张米懂事，说我就是欠揍的命。我看着张米嘴角的笑意。大姐，张米，你别在我面前装模作样，你这话骗别人就得了，别想骗我。张米和田老三都愣住了。张米没有说过他的名字啊，我怎么知道了？两人涌起了不好的预感。张米，3年前我爸就在市里娶了你，田家上下每一个人都知道，就瞒着我妈和我们姐妹几个。可是我妈现在去世了，她是为了老田家生儿子难产死的，现在还没有过期呢，你就登堂入室。爸，我们是你亲骨肉，我妈才刚死，尸骨未寒，你真对得起你的良心？我的话一落，周围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中。田老三和张米脑子嗡的一声，我趁着他们呆住的时候，叫醒了被镇住的二丫，小声和他说：“进去带三丫他们出来。”你个贱丫头，我让你造谣生事！田老三，你可想好了再打。张米肚子里的孩子可快出生了，出生之后你得回咱们村子开证明才能落上户口。现在你否认了，别到时候再回来开证明，自己打自己的脸。田老三又愣住了。对呀，孩子得开证明。那时候他回村开证明，村里这么多双眼睛可都盯着呢。你这孩子怎么能乱说话呢？我都说了，我这孩子不是你爸的，你在血口喷人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张米，你这么说以为我就没有办法吗？你可别忘记了，你们的结婚证和我们姐弟5个的年纪就是最好的证据，你敢不敢试一试？众人纷纷转过头，指着两人骂：“这田老三和田家人真这么不要脸啊！老婆孩子一大堆了，还在城里娶个。”就是说，你说娶了城里的，和村里的断了也没什么，那也算是本事。问题是两头都不断，合起来骗村里这个，还害得人家难产而死，这是人做的事情了。就在这时，院内传来一阵咳嗽声，田老汉从院中走出来：“都回院里去，在这里成什么样子？让别人都看我们田家的笑话吗？”爷爷，今天事情不说清楚，我不能和你进去。我可太清楚，进了院里，这事儿肯定说不清楚，指不定这老田家
有什么阴谋？你，大妮，一笔写不出来2个田字。是啊，一笔写不出2个田，同样姓田，可是怎么就不给我们姐弟一条活路呢？你这个孩子，现在怎么就这么4、6不上线？我们是你们姐弟的至亲长辈，怎么就不给你们活路了？至亲长辈，爷爷，你说的出口，我还听不下去呢。我们姐妹4人这几年过的什么日子？村里人谁没有长一双眼睛，心中没数？我那可怜的弟弟出生到现在，你们田家有一个算一个，谁过来看一眼？孩子没奶，是我豁出命去山上猎的猎物，给我弟弟换奶喝。你们那时候在做什么？有些事情暗中做可以，可是他不能见光。你行啊，吃田家，喝田家的，长大了翅膀硬了，可以编排起自己的长辈来了。早知道你这样，你出生的时候就应该掐死你，怎么就没掐死你呢？是啊，你怎么就没掐死我呢？你仁慈，从我到我4妹出生，你和奶爸天天想着把我们丢到后山喂狼，那是我妈，她日夜的守着我们，上厕所都抱着我们，让你们没有机会。田老汉气得浑身颤抖。你给我打死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！小时候没机会掐死你，我现在有机会，我打死你，我让你忤逆，我让你要强，我看你死了你怎么要？打呀！今天打死我，让咱们秀水屯也出名。老子管谁出名，给我打！田老三在一边早就恼羞成怒，摩拳擦掌的上前就要打。我抬起头看着田老三，我已经做好今天被打个半死的准备，我的目的就是要激怒他们一家。我刚满18岁，就到处找能嫁的男人，即使男人身带残疾，只因我妈头七未过，我爸就带着大肚子的女人进了门，甚至还打得我妹妹皮开肉绽。现在我只想断绝亲子关系。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又打又吵的，还挺热闹。我看着眼前的老人，身后跟着大队的队长。老人家好，我是想和我爸爸一家彻底分家。为什么要分家？父老，我们家的事情怎么敢劳烦你呢？这就是子孙不孝顺，我们教训了2下。你说呢？父老，不是这样的。虽然子不言父之过，可是我也要对我死去的母亲尽孝，我要保护好弟妹，告慰她在天之灵。所以有些话我必须说。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，你给我闭嘴！在父老的注视下，我从头到尾说了我妈的事情。父老，我要分家，我们5个都是我妈拼命生下保护的孩子，我不能让自己和弟妹让人这么糟蹋迫害，那样我妈死都不瞑目。你说这些有证据吗？父老，除了我奶摔我弟是我自己看到的，找不到证据之外，其他的都可以查。你说的不错，这些都能查不出，你们3个还要咬定是假的吗？要是你们咬定是假的，我马上派人去市里查，最少结婚证是做不了假的。不行，你不让查，那就是是真的了。这样的，该分家分家。所有人走后，老田家带着我们先回了家，没想到田老汉做事绝，直接把我们赶了出去，甚至连一床被子都不给。弟弟妹妹在门外饿得嗷嗷哭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传来：前面是田同志吗？赵同志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晚了，你们姐妹几个怎么还在村子逛？我们无家可归。无家可归？什么情况？那大队长王立军不是说处理明白了吗？父老走的时候特意问你的事情了。他说谎了，父老前脚走，他将我们后脚就赶走了。我也把我们姐妹净身出户赶出门，还不给我们户口。我们去大队部，他们都不给我们开门。你们先和我走吧，过了这一夜再说。我心中一动，跟在赵刚的身后来到了茅草屋中。赵同志，今天真的是谢谢你，没有想到你这里还有卖乳精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弟弟今晚该怎么办。这一晚上你说很多谢谢了。赵刚看着月光下羞红脸的他，本来应该现在就要走，但突然不想走了。你打算好接下来怎么办了吗？我打算明天继续去大队部，就是撒泼我也要把户口分出来。其实我觉得你撒泼没用，因为田家的人脉在这个村里比你广，谁也不会因为你们去得罪田家人。愚公，你才18岁，你爸是第一监护人，所以在法律上不会支持你弟妹跟你先出户口的。到时候大队不怕得罪你，肯定不管你怎么闹都没用。赵同志，难道田老三在城里娶媳妇，要将我嫁给一个不好的人，这样也不行吗？田同志，我知道你的心情，可是田老三在市里重婚，这是他在婚姻上的错误。至于你说他们要嫁你们的事情，这件事还没有发生，何况就算发生了，只能作为你自己脱离的原因，做不了你弟弟妹妹的。难道就没有办法了？有，民不举，官不究，除非田家自己同意迁户口。自己同意？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同意。我们名下分的地是他们的，我们以后不管是上学、结婚、工作，只要有需要户口的地方，他们就可以拿捏我们。所以他们不可能同意。他们是不能自愿，那他们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愿意呢。赵刚，你娶我好不好？赵刚整个人傻了。什么？赵刚声音低哑。为什么要嫁我？我没。我耳朵不聋。我想到你和父老认识里，你为了我的事情求了他一次，再开口很难。如果我是你的家属就……继续。
我想用田老三城里娶媳妇的事情，逼田老汉答应迁户口，然后我怕迁户口中间的时间太长，被做手脚，所以我就想到嫁我，让父老帮忙。你这是在利用我。对不起，不过过程和结果是真心的，我不介意你开头是利用我的。赵刚认真的看向我，田大妮同志，我叫赵刚，今年25岁，家是秀水屯的，打过猎，练过武，我的腿也因为打猎伤了，瘸了。我大伯伯母将我分出来，也算是净身出户，接着我就自己生活，除此之外，我一无所有。但是我会努力让我的妻子过上好日子。赵刚说完，看我半晌没有声音，他扬起了自嘲的笑。他这个样子，有女孩愿意嫁他吗？对不起，是我孟浪了。你说的话是一时情急，我说的话你也可以当成笑话。我们不是，我也帮你达成你的愿望。好了，你休息吧，我出去找地方。我听见赵刚离去的脚步，心中慌了，着急的叫道：赵刚，我除了一群弟妹，别无他物，甚至还想利用你把户口迁出口。这样的我感觉好差劲。你是见义勇为的英雄，父老还会给你申请了每月的补贴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。哈，我要说我就看上你了呢，我要说我不在乎你说的呢，你要怎么样？我就嫁你。嘿嘿，我再给你一次反悔的机会，以后没有机会了。我也给你一次反悔的机会，不然以后你就是我们姐弟的长期饭票了。村里人走过我家门口，都要朝我家门口吐唾沫，甚至连邻近乡里的人也大老远过来，只为了踩我家门口的柴火，只因我住进单身汉的家里，说我躺着挣钱。呸，真不要脸！人家屁股大，招人疼，男人都好这口。可不是吗？人家躺着能挣吃的，怪不得敢顶撞长辈呢。我听着这些话，深深呼口气。我就像鸡群当中的鹤，我要做的不是鹤立鸡群，而是远离这群鸡。我背着柴到家的时候，赵刚在屋里等着我。大妮，我今天去市里了，找到了父老，事情都解决了。我们结婚后，只要田家同意你的弟妹户口跟着我们，他就马上帮忙落实。你去了市里，难怪我看你今天一天都没有来。不过大妮，我们商量一下，怎么能让田家同意迁户口？我觉得还是要用田老三娶2个老婆的事情要挟。我那的爷爷最疼爱的就是我四叔，出门总说田家最出息的就是我四叔，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四叔丢了工作的。你的想法很好，不过你忘记了一件事情，张米的爸爸是厂长，就算不得不处分了田老四和田老三，但是看在张米的面子上，过段时间还能给他们2个再升上来，毕竟那个厂子他说的算。是啊，我爷爷那人蔫坏，他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，到时候他宁愿丢面子也不丢里子，还真是没办法。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田家长辈现在根本不可能答应我唯一能拿出手要挟的事情，又有这么个大弊端，怎么又走进死胡同了呢？大妮，这件事情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，如果这件事情影响了工厂呢，张厂长就不会助纣为虐了。可是这件事情影响不到工厂啊。哼，能？还有什么好办法？明天我再去一下市里，我们就去田家摊牌。第二天，我刚从地里回来的时候，就看到四丫在院内哭泣，脸上紫一块青一块，我心疼地摸着她的脸。怎么了这是？姐，我说，大姐，是三哥打了四丫，四丫出去玩，二婶家的三堂哥就来骂四丫是。说下去。三堂哥说四丫是破灵邪妹妹，然后带着其他孩子打四丫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我抱住田四丫，一路来到田家大门口。徐老太和二儿媳妇坐在门口摆家中的干菜。田学龙呢？你找我儿子干嘛？哼，找他干嘛？我问他为什么打四丫。哼，打就打了，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中了赔钱货，你还想怎么的？我火气再也压不下去了，上前将他们的干菜踢个稀巴烂。啊，我的菜，田大妮，你这个作死的，你干嘛？你不是看见了吗？告诉田学龙，他再敢欺负四丫，我就拿刀砍了他。哎呀，我的妈！砍你个脑袋啊！我看看你的德行，会躺着卖了，你就感觉你牛了，还砍我儿子，我呸！搞得好你就厉害了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，你怎么不死去？我迈步上前就要动手，一个沉闷的声音响起。正当的夫妻关系，在田二婶的口中怎么变得那么的不堪？如果是这样，田二婶躺了多少年了？啊，你说谁啊？田二婶，我只是重复你的话，难道不对吗？你和田大妮结婚了？什么时候？我们的已经经过了审核，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。我眼中带着询问，赵刚小声的在我耳边说起：“托付老帮的忙已经办得差不多了。”赵刚，谢谢你。赵刚目光微闪。我们进去说那件事情。我点了点头，绕过正在咒骂的徐老太，进了田家里屋。爷爷，我今天来有2件事情要和你说。第一，我要和赵刚结婚了。第二，我结婚后，2丫、3丫、4丫和小5的户口和我走。在我刚说完话的时候，坐在坑上抽旱烟的田老汉就将茶杯扔向了我。赵刚抬起手打在飞来的茶杯上。爷爷，你是不同意了？我同意你。你个
你马上给我滚出去！还户口？我告诉你，我死了你也别想要户口。爷爷，我来之前就知道你不会同意，可是我拿到了张米和田老三在市里结婚的结婚证，你不同意，我就拿这2件证物就去市里告他田老三，让他和田老四都失去工作。你个白眼狼，吃我们田家的，却要害我们田家的儿子！老天啊，你怎么就不收了这个贱人呢？够了！这一吼，屋内瞬间安静了下来。田老汉，你不想谈事吗？我和大妮现在就走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田老汉，你在想着你2个儿子的厂长是张米的父亲，就算我们闹了，张厂长被迫开除他们之后，消停了也会安排他们是吧？可惜你这个主意打不了。浑浊的眼睛看着赵刚，你知道我救了傅老的孙子，而傅老这次就是来咱们这里投资的，最后决定在3个厂子里选一家投资，其中就有张厂长的那个厂子。你们家的事情要是害得厂子没有了投资，你觉得他还能帮你2个儿子？你们给我站住！田老爷子，我不想两败俱伤，但是我今天走出这个门就不要怪我。我现在有见义勇为的名号，每个月有补贴，还会有被安排工作，我完全可以照顾好他们姐弟。但是田老三和田老四没有了工作，你们田家……死死地看着赵刚，而我只觉得这招攻心用得太牛了。好，真好，户口是吗？我同意签了，你们马上给我滚，现在就滚！赵刚听到这话，一刻都不等，带着田老汉去了大队部，签了相关的手续。而我抱着4丫回到了家中。晚上我刚做好饭，赵刚也回来了。看，户口办好了。我6岁过生日时，妈妈哭得很厉害，却带着我在院子的柳树下挖了大坑。妈妈拉住我的手，一声一声的哀嚎着：“大妮，那个人的东西妈妈不要，通通不要，他对不起你姥姥，妈妈不要他的东西。”妈妈按着我的脑袋在地上：“大妮，你看清楚了，他的东西，妈妈埋在院中的老柳树下，你记住了，等到妈妈死的时候，你挖出来给你们姐妹分了。你要记住了。”我猛地睁开眼，双手抱住自己的头。我穿好衣服，走出房间，来到了院子内。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赵刚，你可以和我去一个地方吗？可以。我和赵刚来到了田家祖屋外。你就是带我来这里？我也不瞒着你，我妈妈在这里埋了东西，是我姥爷留下的，我想要挖出来。两人来到了院中的柳树下，我找到破瓦块就开始挖。挖了一会儿，一个坛子露了出来。你妈妈怎么会在这里埋东西？因为这是我亲外公的东西，可是那个人在妈妈7岁的时候抛妻弃女，离开了秀水屯，从此了无音信。他想要扔掉关于那个男人的一切东西，却又因为那时的日子很难过，那些东西也值些钱，妈妈没有舍得，就埋在了祖屋院中的柳树下。说话期间，我打开了坛子的油毡纸，然后扣过坛子，倒出里面的东西，看着许多金银珠宝，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滴在了离我最近的银项链上。没有想到抛妻弃子的老爷会给妈妈留下这些东西，而妈妈因为对老爷的恨，从姥姥死了就将这些东西埋在地下。如果前世我记得妈妈的话，有这些东西，4丫也许就不会病死了。不要哭了，这些是妈妈留给你的心意。我点点头，抱着东西和赵刚一路回到了家里。到了家后，我叫住了赵刚。赵刚，有件事情我想要和你商量。你说。这些东西是妈妈留给我们姐弟的，我是长姐，所以想要将这一套的金首饰给3个妹妹一人1件，金镯子给小五留着，4块银元她们一人1块，我只留下银项链做纪念。我知道夫妻一体，按理来说母亲的东西子女是可以平分的，但是我是长姐，田大妮，这样的话是我最后一次听到。我赵刚一个男子汉还不屑盯着老婆的东西。我眼眶微微震动。我赵刚想要的会自己去挣，不是争老婆的这点东西，你就是一件不留也是你们姐弟的事情。以后我会给你赚回来，比这些东西多10倍好100倍的东西回来。这样说你懂了吗？赵刚，对不起。嘿嘿，下不为例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就和赵刚去了县城，看着刚出炉的结婚证，我有点恍惚。我们结成夫妻了，我们结成夫妻了，老婆，余生请多指教。我看着赵刚的笑脸，老公，余生请多指教。回到村子里，已经天黑了。刚到村口，就有人叫住了我。大妮，你三妹她被你爸和那个女人带着去市里了。我的脑袋嗡嗡作响，转身就往城里跑。赵刚，3妹被他们带走了，他们2个没安好心的，3妹被他们带走了。不要着急，家中不光有3丫，还有2丫，她是不会眼睁睁的看着3丫被带走的。对呀，2丫那孩子一根筋，认准的事情就不会改的。她既然已经答应会照顾好弟弟妹妹们，就不会眼睁睁的看着3丫被带走。如果他们硬来呢？那就更糟糕。家中还有4丫和小五2个孩子，现在不能急。你会一些医术，你回家去看看他们3个的情况。我现在就去大队部，确定3丫被带走了之后，会直接去追。
我一定会追回三丫。好，赵刚，你一定要带回三丫。放心。赵刚转身向大队部走去，我刚跑回家，就看到四丫坐在院内大哭。大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呜呜。乖，不要哭了，告诉大姐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奶奶和爸爸带着那个女人来了，他们抓走了二姐和三姐，我要拦着，奶奶就推我，还把被子、粮食都抢走了。你赵刚哥已经去追了，一定会找到你三姐的。不对啊，还差一个人呢，二姐姐呢？大姐，二姐是2个男人抓走的。2个男人？是啊，大姐，我听奶奶说，那2个男子是我二姐夫的表哥，他们要抓二姐给他们的傻子表弟当媳妇。我脑袋里的那根线嘣的一声断了。2个男人，徐老太他们又将二丫给嫁出去了。大姐，你快点去找二姐啊！我记得奶奶说，二姐被带到山里了，以后别想再看见我们。我要二姐。难道我们姐妹就都该死吗？大姐，我一定要去找到妹妹。现在不要相信掌心的纹路，要相信手攥成拳的力量。什么前世都去他妈的！我不信我护不住自己的妹妹。四丫，你也是大孩子了，大姐现在马上要走，你在家中好好的照顾小五好不好？大姐，你快去吧，四丫在家中会听话的，一定会照顾小五，谁敲门都不会开的。手里拿着镰刀，玉石俱焚，又有何惧？我一定要让田家人说出实情，才能真正知道二丫在哪里。田老汉、徐老太，你们2个滚出来！我告诉你，你们以为躲着就没事了吗？你们把二丫送哪里了？你们是真不要脸啊！二丫才12岁，你们2个老不死的东西，就把她嫁了一个傻子！你们给我出来！田家里面的人都听见了，这一刻谁也不出来。你们不出来是不是？信不信我一把烧了这里，鱼死网破吗？什么东西我都不怕，我今天进去见一个砍一个！我上去就要踹开田家的门，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响起：“蛋姐，我知道二丫在哪里，你快点和我去救她。”我明明看着亲妹妹被别人打，却不去救她，就连无亲无故的外人要救她，也被我拉着不准救，甚至还被我拉着蹲在窗边。突然里面传来了惨叫，我的脸色大变。妈个巴子的，你个没用的崽子！28年你白活了，脑子不好使，你马了巴子的下边的东西也不好使，折腾这么长时间，人都要被你打死了，怎么还不成？废物！傻子娘，要不你进去帮帮忙吧，还不是那么回事。是啊，要不我进去。牛粪气得要冲进去，却被我一把拉住。蛋姐，你听他们说的。牛粪浑身颤抖着，那愤怒的样子倒是让我认识到一件事：前世二妹被偷偷嫁人之后，这个少年也消失了。蛋姐，我要救二丫。我也要救二丫，但是我们这么去救不出来二丫的。你知道这里哪放木柴吗？知道。带我去。我俩来到了一个木柴堆，我拿出火柴，直接点燃了草垛子。很快，这边就起了大火。走，咱们离开这儿。着火了，快去灭火！这秋季树木干枯的呢，着起来可是大事。院中的人都跑了出去，就连傻子娘也跟了出去。我和牛粪来到了关二丫的房间，一个流着口水的男人打着被绑着的二丫。混蛋，该死的畜生，下18层地狱去吧！蛋姐，一会他们回来了，我们先带二丫走。我和牛粪带着二丫转身就跑，跑了一会儿就听见身后有喊叫的声音。大妮姐他们追来了。牛粪，我们这样跑不了的，他们都是猎户，他们懂这里的地形，脚程也比我们快。那怎么办？蛋姐，你带二丫走，我拦住他们。没用，你拦不住他们。我停下了脚步，和他一起躲在一棵树下，将二丫身上的红色外衣脱下来，将自己的外衣给二丫穿上。我穿上了红色的外衣。我去引开他们，等到我们都走了，你就带着二丫回村子里去找赵刚。不行，大妮姐，晚上他们看不清楚人，我穿着衣服，我去演。牛粪，我们也没什么关系，你能来帮我找二丫，我已经很感谢，我怎么还能让你去冒险呢？丹姐，我牛粪是贱命一条，村里人没有人看得起我，只有二丫，她照顾我、保护我、为我打架。她，蛋姐，你这个大姐在她心里很重要，你出事她会很伤心。你就是为了不让二丫伤心。我牛粪是个家都没有的人，我只有这条命，我只能用条命对我好的人。那就用你这条命好好的照顾她。我起身就往来时的方向跑，没一会儿，我感觉到身后的人越来越近，就在前面。小贱人，你给我们站住，还跑！等抓住你的，老娘揍死你！我跑到了山顶上，前面没有路了。小贱人，你给我们站住，还跑！等抓住你的，老娘揍死你！我如惊弓之鸟，没有站稳，重心倾斜，整个人直直地摔下山坡。完了，就这样完了！咣当一声，我咋没感觉到疼痛？欢迎开启魔神空间。别人死之后是不是去阴间，我不知道。可是我想没一个像我这般死了2次，在时候来的地方都是这样的特别。
主人，你已开启魔神空间，要绑定系统任务线吗？空间，没有想到重生这件事情落到我的身上后，空间又跟着来报道，这是什么运势？只是小说中描写的空间都是有山有水有灵泉的，你这个空间怎么只有雾？因为神魔空间是系统空间，你找到空间并且启发空间是第一步，接着主人要接受主线任务和支线任务，只要主人完成任务，空间就会升级，升级之后会开启各种不同的功能。这么好的事情怎么会找上我？因为神魔空间的第一任主人就是你的血亲，他死后空间就沉睡隐藏着，直到你再次的唤醒。也就是说空间一直都在我的身边？是的。我沉思起来，前世没有今生却有的东西，我立马恍然大悟，只有那条银项链了。刚刚逃跑的时候因为摔倒项链落下，不得已用刘旭的手捡起来，我的血沾染到了项链上，难道是这样开启的空间？是的，主人，你有先主人的血就能开启项链里的空间，空间初级启动你已经激发，请问要绑定任务线吗？那我现在是死还是活？主人，你在掉下山坡之前就已经激发了空间，空间的主人是不会那么轻易死的，所以你现在的身体是处于昏迷状态。那就是活，很好，绑定任务线。主人任务线已经绑定成功，神魔空间从初级升级到1级空间，送神药医书1本，神农技术1本，主人可要融合。我看着雾中出现的2本书，融合会怎么样？融合到主人的大脑中，从此医书和神农技术就属于主人的了。不过里面的高级技能要靠主人做完任务后的积分兑换，基础技能主人可以随意使用。好，融合。叮一声，那2本书飞进我的脑袋里，随后我的大脑疼痛不已，直到痛到失去了知觉。大妮，你在哪里？大姐，你不要吓二丫。大姐，你在哪？我睁开眼睛，头又疼了起来。不远处传来了赵刚、二丫和牛粪的声音。赵刚，我在这里。赵刚，我听到了，你站着别动，我们马上过去。没一会儿，赵刚就找到了我。赵刚，我差点没摔死。是我不好，是我来晚了，没事没事。大姐，两姐妹对视着。丹姐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将二丫带回村子，我带着她刚走到山下，她就醒过来了，说什么要回来找你。而这时我们遇见了赶来的赵刚哥，我们3个就一起回来了。二丫，妹妹，我的二丫。姐。姐妹2人抱头痛哭。许久，我平稳下来。大妮，现在好些了吗？我们要说一说接下来怎么办。我明明救了人，警察却说我在犯罪，甚至还要被关进警局，就连法庭上都要判了我5年牢刑。但为了为我妹，我宁愿坐牢，也要送老田家下地狱。这次的事情我不会这么算了的，我要报警，我要所有伤害二丫的人受到惩罚。报警可以，但是我已经听牛粪说过，你和他为了救二丫点了对方的柴火垛，虽然没有人员伤亡，但是纵火是5年的重罪。赵刚哥，那我姐是不是会坐牢？如果是，那么我们不要报警了，我无所谓啊。二丫不要急。对，二丫你先不要急，听我说，你姐和牛粪去救你的事情，村中人知道，但是你姐和牛粪找到你，却没有人知道。二丫眉头一皱，这时天已经大亮，村外正坐着一群妇女，只见二丫哭着跑进村，那哭声如同震天雷。大姐，大姐救我！二丫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二丫浑身颤抖着。大姐，我要找大姐啊！这孩子这是怎么了？是二丫，你大姐昨天晚上就和牛粪去找你了，没找到你啊？大姐，我要找大姐。这时田三丫跑了过来。二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三丫，我还以为再也看不见你了，昨晚上我差点被打死了。周围的人围得越来越多，徐老太、孙翠莲快步地走上前。哎呀，我的妈！田二丫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田二丫，你懂不懂规矩？你一个出嫁的女人，还没有3天回门呢，你就回来了，还在村口哭丧。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马上给我滚你婆家去！田二丫浑身颤抖着，村里人有人大惊失色。什么啊？二丫嫁人啊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就是啊，二丫才多大啊？14岁吧？大妮昨晚说的是真的啊？这许老太可太不像话。赵刚跛着腿，一点一点地走过来。嫁人？我赵刚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14岁未成年的孩子能嫁人了。徐老太，你以为现在还是封建时代吗？赵刚，你克死了你家里人，又被赶了出来。你娶不上媳妇，骗了田大妮跟了你，那是田大妮贱。但是你个不要脸的瘸子，还想连锅端啊？你有脸吗？赵刚眯起眼睛。二丫，你怎么会浑身是伤？你姐去找你了，怎么没找到？有2个人绑了我，给了爷爷20块钱，他们就带走我了，要我和一个28岁的傻子结婚。那傻子还不停地打我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着火了，他们去救火，
我就趁机会逃出来了。我不要嫁人，我要大姐。哈，真行啊！做贼的喊抓贼，现在一目了然了。原来你是想要造谣生事，让我和大妮抚养不了她的弟妹，好被你接回去，胡乱的嫁人啊！徐老太，二丫才14岁，还是未成年，这是犯法的。这件事情我要报警处理。不许报警！你凭什么报警啊？二丫，你没有看见大姐吗？没有。大妮已经1个晚上没有回来了，不行，这个警必须报。赵刚来到大队部，拿起电话就报警了。半个钟头，警察就来了，直接把所有相关人员带走了。我回来之后就紧关房门，因为我们还要等待一个机会。没过几天，老田家的血缘亲戚就找上了门。大妮呀，我们也知道你爷你奶做的不地道，但是你做孙女的也不能直接将老人送进去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啊，送进去？送哪去了？你装个屁！你个白眼狼，烂心肝的东西！难道不是你报警抓了你爷奶吗？队长，我二叔说的什么意思？我报警？什么报警？大妮，你别生气，我不是故意报警的，就是那天你失踪了1夜，我报警主要让警察进山救你，没有抓你爷奶。田大妮，你真不知道，我在山里被困了1夜，被赵刚和警察救回来后，就一直昏昏沉沉的，门我都没出，我能知道什么？赵刚也没有和你说。大妮昏昏沉沉好几天了，再加上二丫也病了，我怕她担心，就没说啊。那可大妮呀，赵刚报警后，警察因为你爷奶私自嫁了二丫，就抓走了。啊，这怎么能抓走呢？我们是爷奶的孙女啊，他们不是有权利将我们嫁人或者决定我们的生死吗？怎么被抓走了？大力，我知道你爷奶对不起你，但是你爷奶岁数大了，经不起折腾了。大伯父，你这话不如让侄女直接去死吧，好像是我这个做孙女的和自己的爷爷奶奶过不去一样。大妮，你这个丫头怎么越活越46不上线了？我们进来这么长时间，一句准话没有，你想要干什么？哼，我明白了，二丫，你过来一下。众人都震惊了，只见二丫身上到处都是伤痕。二丫，今天大爷爷、姑奶奶、大伯、二叔和大队长来到我们家，是为爷爷奶奶的事情，因为你的事情被抓了，他们想要你私了，我代替不了你。二丫，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原谅呢？大姐，放了吧。你同意私了了？屋内人都是一愣。大姐，他们岁数大了，算了吧。好。其他人看着田二丫，好孩子，真是个好孩子。二丫眼泪汪汪的看向田老汉大哥。大爷爷，二丫有件事情求你可以吗？好孩子，你说。大爷爷，爷爷奶奶回来后可不可以让他们放过我们？大爷爷，那感觉真的太绝望了，我不要我的2个妹妹再感受一遍。大爷爷，二丫求你了。老田家的人脸上顿时火辣辣的。二丫，大爷爷对你承诺，以后那老东西再做这样的糊涂事情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他。老田家的人都低着头走了出去，二丫眼泪不由自主的流下来。大姐，我做的对吗？对，大姐的二丫长大了，能保护妹妹们了。或许没有人知道，这一幕是我们故意的。男人结婚快1周了，媳妇却一直不让亲热，甚至只是让他每晚脱裤子，只为了看男人的腿。女人的手摸上男人的腿骨，男人一把扯过女人。赵刚，你做什么？再这样我生气了。赵刚的动作都停止了，抬起头对视我的双眼。生气？我这样对你，你生气？哈，就算你讨厌我，你也是我老婆了。田大妮，你有将我当成你老公吗？现在你妈妈过了100天，你出了校期，你会和我同房吗？田大妮，你真行。赵刚说完起身走出房间，将房门狠狠摔了一下。我是真不知道做错什么了。第二天，我顶着黑眼圈起床，上山采点草药和野草，准备下山时，发现天已经黑尽了。森林中传来稀稀疏疏的声音，偶尔还有狼叫的声音。我拼命地跑着。啊！大妮，别怕，是我。你怎么才来啊？吓死我了！知道害怕了？你什么时候能消停一点？我们认识这段时间，你每次都要将自己陷入危险之中。这么晚了，你来山里做什么？我来山里做什么？你管得着吗？管不着。哈，你嫁我了，你是我老婆，你说我管不管得着？田大妮，我们结婚没几天呢，就开始胡搅蛮缠，不讲理了。不讲理？我不讲理，我就不讲理。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赵刚看着耍横的小女人，那些怒气都被打没了。好了，我不能怎么样，你不想讲理，我们就不讲。就是不讲理怎么了？和自己老公讲理找虐呢？回家吧。哼，不回。不回你干嘛啊？在这里一夜。我愿意干嘛干嘛，你管我？昨晚上你不是也一夜不回家？你和我说过你干嘛去了吗？动不动就耍脾气，我给你看腿伤，想办法治好你的腿伤，我还有错了？要你那么对我发火，对我冷暴力？赵刚目光一闪，你昨天突然要看我腿伤，是想要给我治伤？是啊，我在医书中看过你的情况，可以医治的，就想要实际确定一下。而且我只是看了医书，手很生，摸骨摸了好久，好不容易摸出点情况，你突然发疯，
然后还发火，真不知道怎么说你。赵刚的眼睛一亮，所以昨天你推开我和我发火，是因为我打扰你给我看腿，不是因为我要亲近你。当然因为你打扰我了，我们是夫妻，我干嘛因为你亲近我生气？我只是气你不分时候。再者我不好意。赵刚勾起了嘴角。大妮，对不起，这次是我的错，以后我不会再犯了。你说的以后不许再无缘无故的发脾气。不会了，我们回家吧，来，我帮你背着。两人刚到家，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。大妮呀，快点开门，救命啊，我家孙子肚子又疼了。大妮呀，婶子求求你了，救救我家狗子吧，他突然肚子痛，现在孩子已经疼得昏过去了，婶子求求你，你就给看看吧。孙婶子，孩子病了，你应该送医院，或者去找赤脚大夫。大妮可从来没有学过医术，你找他来没用啊。上次我家狗子的病就是大妮治好的，再者我家也没钱了，附近也没有赤脚大夫，谁有病不是硬撑啊？大妮，婶子求求你，你就帮我去看看吧。婶子，你别急，我们现在去看看。我陪你过去。三人刚进大门，孙家儿媳妇的哭喊声就传来了。我的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给狗子把脉后，你们是不是给孩子吃了除母乳之外的东西了？是啊，我儿媳妇的奶不够，孩子老饿，我就给孩子煮些粥喝。狗子刚过百天不久，它的消化功能还没有完善，吃杂粮是无法消化的。我伸手轻轻地按着孩子的腹部，狗子猛然地张开嘴，狗子哭了起来。大妮，狗子他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事情，狗子是急性肠胃炎，得病的原因是暴饮暴食或者吃了坏的东西，导致了积滞，存了寒气。我拿出了一些草药，交给了孙婆子，让她熬了给狗子喝。婶子，狗子吃完药了，1个时辰后会出现排便，这个是正常的。3次排便之后，给孩子喝些温水，里面少量的加些糖，明天早上再给孩子喂奶。我上午会过来看看孩子的情况，明天再吃1天药，后天就好了。孙家人一路感谢，把两人送出了门。赵刚一直低着头不说话。赵刚，怎么又不说话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没有想到我老婆这么厉害。什么叫做没有想到？赵刚，你是一直都不相信我懂医术？现在相信了。那你也相信我能治好你？赵刚没有回答我的话，只是换了个话题。大妮，你告诉我一句实话，你这么热衷的为我治腿，是因为嫌弃我现在是个杯子吗？赵刚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这样的想我，这样的想你自己。我嫁给你的时候，你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我嫌弃你的话，我怎么还会嫁呢？只是其他人我都不想嫁，自始至终，我有冲动要嫁的人只有你而已。赵刚到家的时候，满脑子都是那句我有冲动要嫁的人只有你，还时不时的傻笑。过了几天，孙婆子、孙子的病也好得差不多了。晚上我进了更新的空间里。主人，你来了。我来看看更新了什么。这泉水就是更新出来的吗？是的，主人，泉水中会附加什么功能不清楚，因为等级低。医术线任务医治10个病人，事业线任务，我靠，贼空间，什么破任务啊！一个好工人1个月才10几元钱，你让我在一冬天去哪里挣出几百块钱？主人，空间发出任务，你努力就一定会完成的。你要记得，知识就是力量啊！我才想起来问你，你这个破空间怎么能知道我在想什么？主人，你不要生气，只有你想空间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听见。你不是一个人。这个不重要，反正以后主人会知道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主人的任务，完成不了可是会被惩罚的。如果我完成不了，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？我的空间杀了我，别人的空间各种金手指，能救活人的泉水，可以自动生长的药材，还有买不完的商品。而我的空间为了能杀我，甚至还威胁我的家人。任务失败，主人会失去一件最珍贵的东西，也许是主人的生命，也许是主人在意人的生命，当然也有可能不是生命。你怎么感觉自己上了贼船？如果以前没有绑定这个破空间，这个惩罚就不会有了吧？主人，这个惩罚只是催促你用尽全力的完成任务，也许你现在会后悔，但是在你绑定空间的时候，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果然，天下没有免费的面包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我死了，空间的惩罚会落到我在意的人身上吗？不会，主人死了，一切将结束。一切都会结束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从意识中回过神来，脸上出现了愁容。发布的2个任务有些难搞，正想着怎么完成任务，三丫慌忙地跑了进来。大姐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大姐，不好了！奶奶带着2婶要砸了孙家。他们怎么对上了？具体的不知道，只听村里人说好像是因为大姐你的事情。那你和2姐在家照顾好弟弟，我去看看。没几分钟，我就赶到了孙婆子家。孙家的门口围满了人。哎呀，我的妈！老天爷怎么不打雷劈死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！
我许大花怎么了？我许大花现在儿孙满堂，不像你，你个寡妇，你个丧门星，还和我比。我要是你，就一头撞死。奶奶，你骂得这么狠，这么毒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和人家孙家婶子有什么深仇大恨呢。徐老太正得意着，听见了我的声音后，你个小婊子，你还敢来？天天都死人，你怎么就不替那好样的死了？我呸！我给狗子治好了病，人家孙婶子就说了我2句好话，就值得奶奶追到人家中又骂又砸又诅咒的。我呸！小婊子，你少在那里得的，你在老娘眼皮底子长大的，你撅起屁股，老娘就知道你拉出什么屎，还会医术。你认字吗？你和孙婆子一个小婊子，一个丧门星，你们2个就是联合一起行骗，骗乡亲们的钱。奶奶，你这话就好笑了，就像你说的，我和孙婆子要行骗，为什么要在秀水屯？这里的人都对我知根知底的，那么好骗，我们2个出去骗不是更好？再说我家赵帮打猎出名的好，还用得着我在外招摇撞骗吗？我说这话不是说给徐老太，而是说给村民听的。再说本来就是我治好的，这怎么算行骗？放屁，你根本就不会行医，你连学都没上过。奶奶，你没有让我们姐妹去上学，但是你忘记了吗？我姥姥当年可是老师，我姥爷当年可是10里8村有名的神医，虽然最后他消失了，但是他的医书都留着呢。我的妈妈可是在秀水屯出名的，心灵手巧，识文断字，可是10里8村有名的好姑娘。徐老太眼见的沉默下来，我没错过她眼中的慌乱。她为什么会慌乱？田大妮，你的意思是你的医术都是你妈妈教的了？妈妈只教了我认字，我是看外公留下来的医书自学的。自学？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啊！你以为你谁啊？还自学吹牛，不怕吹上天掉下来摔死你？我装出无辜可怜的模样。奶奶，我怎么说也是你亲孙女，怎么你就是看不得我好呢？孙女，你妈个巴子的！你好，天理不容，像你这样的小婊子就应该天打5雷轰。围观的村民们皱起眉头。唉，奶奶，你对我怎么过分，怎么闹，也只是我们田家的事情，但是你因为看不上我，闹到人家孙家来，就过分了。你教训我！徐老太左右看着，拿起旁边的棒子狠狠地打向我，我马上闪身躲开。小婊子，你还敢躲？住手！怎么又是你们田家？你们3天一小闹，5天一大闹，你们是不是太闲得慌了？大队长啊，你不知道啊，这个田大妮是个黑心肝的东西啊！她既然骗人说她会医术，还说谁有个病情就去找她医治，您说这要是出了人命，算谁的？田大妮，你就不能消停点？一天一出有意思吗？会医术，你什么时候会的？人家说看医书自学的。大队长，你说这小婊子是不是能掰医术那么好？自学吗？好学都成医生了。田大妮，咱们就是农民，农民就安分一点，种点地混个温饱，别总想那些有的没的。医术自学，好药治病，你医死人呐，不能这么骗人。哼，大队长，头几天孙婶子的孙子狗子得了急性肠胃炎，疼得昏过去了，是我医治好了。因为我治好了狗子，孙婶子说了我2句好话，然后被我奶听到了，就来到孙家又骂又砸的。怎么到头来我成诈骗的了？感情我治好狗子还治错了是吗？是这样吗？我家狗子的病是大妮治好的，我也确实说了大妮的好话，这怎么就成诈骗了？我呸！你们2个大小贱人！孙婆子，你敢说？你没说以后谁有病去找大看看？我说的原话是大妮治好了我孙子，我看着医术挺好的，以后啊，你们要有个大病小灾的，可以考虑去找大妮看看。明明就是徐老太见不得自己孙女好，看见我夸我大妮心里不痛快，来找我茬的。你胡说八道！王丽君看周围的人的神情，刚要开口训斥徐老太，就被一声慌乱的叫声打断了。女人跪在我面前，一声声哀求让我救救她婆母。可是我明明不是医生，平时也只会认草药，而现在却让我去治病，甚至还是中风的老太太。哎，她不会医术喂。她不是说上个病人是拿草药医治好的吗？正好试试看嘛。而我刚被人拉到张家时，都认为我是来看热闹的。五嫂、七嫂，我把大妮叫来了，都说她会医术，让她先给咱妈看看。疼，行啊。七嫂，狗子头几天前疼的都昏过去了，就是大妮治好的，让她看看吧。那看看吧。我马上来到张家三婶子的身边，张家三婶的五官都倾斜了，我伸手将枕头拉出来。大妮，你这是？张三婶是突发脑梗，必须平躺。哎，本来不应该搬动她的，我现在给她查看。我仔细查看起张三婶，还是得针灸才行。可是主人，你初级到1级的礼包里有银针，可否拿出来使用？不是只有我在想空间的时候你才知道吗？主人，这个病人和任务有关，所以我会自动开启随行模式，尽可能的给主人提供帮助。帮助？对呀，
你刚才说有银针，快拿出来。下一秒，我感觉到兜里一沉，摸摸自己的兜，拿出了包裹着的银针。大妮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啊？别怕，这是银针。张三婶的情况很不好，这种情况又拖这么长时间，如果路上颠簸，很容易加深病情，所以我要用针灸和中药偏方为他急救。听着挺靠谱的。大妮，我丑话可说到前面，你要是没把握就不要乱治。要是我婆婆有什么不对劲，我们张家可不是好对付的。我有把握。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，张三婶的脑袋上已经扎满了针，脸色肉眼可见的好转了。贝贝，看看那脸色是不是好了？是啊，真的好了很多呢。妈，你看那一脑子的针，我看着都害怕啊。看样子肯定会了，再者都是乡里乡亲的，谁不知道谁啊？孙婆子那性子懦弱成什么样了？别人家打仗，他躲藏自家被窝里，怕被牵连到他，这样的人还能说谎？我看八成狗子就是人家大妮治好的。那徐老太闹啥，还那么理直气壮的，好像多伟大似的。这你还看不懂啊？还不是见不得大妮好，他啊。徐老太气得浑身发抖，正想破口大骂，却在这时候被人拉住了。回头看清楚人，徐老太的怒火全部消失了。四，你回来了。四啊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你不知道这段时间我被那小婊子欺负成什么样了。我的命苦啊。妈，其他事情先别说，我这次回来有急事，我们回去说。那这个死丫头呢？以后再说。说完，拉着徐老太回了家，而我则全神贯注在张三婶身上。有了，突发脑梗可以用大秦椒汤。我在三丫拿来的，在药篮中找寻着，治疗的药还差3味药。喂，空间里面有这3种药吗？生石膏、黄芩2种有，川牛膝是2级到3级出现的药物，没有办法提供。我呼了口气，想着针灸调理的差不多，应该能挺到市里的医院。时间到了，我准备开始拔针。针灸的拔针和施针一样的重要。正在我准备拔掉最后几根针时，从外面闯进来一个魁梧的男子，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。大姐，田大妮，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！你在你们田家怎么兴风作浪，我张八斤都不管。但是你敢拿我妈的命不当回事，你他妈的就是找死！我告诉你，我妈有什么我弄死你！你也是，你有没有心？什么人都敢往回带！林玲玲吓得浑身一抖，我上前快速扎了张八斤的穴位，张八斤疼得大叫一声，抬手还要打他，却发现手不能动。我抬起手，啪啪啪3个嘴巴打在了他的脸上。你妈了巴子的，你打老子！张八斤，你个王八蛋！老娘告诉你，你妈有事情，就你害的。你不知道中医施针拔针的时候不能打扰吗？拔针1分1毫都差不了，现在差多少分钟了？王八羔子！我回到张三婶的身边，将剩下的银针拔下来了。张八斤就是动不了。八斤，你怎么了？我动不了。田大妮，你对八斤做了什么？她没事，现在有事的是你婆婆。真见鬼了！大妮，这怎么了？你婆婆是突发脑梗，我用银针帮她缓解，争取去医院的时间，扎的都是药穴，拔针比施针更重要，1秒钟都不能差。结果张八斤硬硬生生的拖了我1分钟左右，针没有拔利索，起到了反作用，人就变成这样了。田大妮，你这样说有证据吗？不会是你乱治，人治坏了才故意这样说的，就是要将责任都推给我家小叔子。田大妮，你真是丧尽天良啊！怪不得田家人那么对你，真是轻了，他们怎么就不弄死你，让你出来祸害人，把我妈害了，还诬赖我。张八斤，你脑袋里面都是水吗？我说没说谎，你妈去医院一查就知道了。张三婶有什么意外，我不等你们张家的反应，我会直接报警，警察查出来的真相是什么，到时候你自己看，是我害的还是你害的。外人只是给他说了一句话，男人听后就情绪崩溃，回家就要掐死自己的妈。无数的人都很疑惑，到底是什么话，连自己的亲妈都可以不要，甚至还把罪名推到别人身上。如果你要一直这么下去，我不介意警察过来。对方敢报警，那就证明田大妮说的是真的了。那真的是了，张八斤突如其来的举动害了自己亲妈。八斤啊，你干嘛这么冲动啊？张八斤的脸色已经苍白了。我不知道啊，我听田家那老太太说的，她说田大妮不会一直乱治病，我妈快被她治死了，我就急忙的回来了，进屋就看到我妈满脑子是针，我不知道什么针灸不针灸的，我就是担心我妈。我呼了口气，算是真相大白了。这也间接性证明，坏人的处心积虑不如蠢人的灵机一动。大妮，你救救我婆婆吧。我没理他，脑海里唤醒了空间。空间在，主人。难道就没有办法得到川牛膝了吗？主人，川牛膝是2级到3级的物品，你现在才初级到1级，等于越2级。停，我就问有没有办法拿到。
有拿越级的东西，越1级拿一种东西，完成空间精灵指派的事情。主人，你越2级拿一件东西，要被空间精灵指派做2件事情。现在做。事成之后做。主人已经接受了支线任务，可以取得川牛西载者良心的忠告。支线任务完成不了，惩罚一样。这破空间多恨我不死啊！主线任务完成不了，夺命；支线任务完成不了，夺命。干脆叫夺命空间得了。我开始在篮子里配药，马上去熬药。好，我去。没过一会儿，大妮，药熬好了。林玲玲见张三婶子吃了药，张三婶子的脸色好了起来。我拔了张巴金身上的银针，就回了家。晚上吃完饭，一家人坐在一起聊着天。安静的夜晚发出了如狼吼的一声喊叫。怎么了？是田家。姐，我听着这声音好像是二哥的。田学庆怎么会发出这样绝望的声音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了？大姐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几人来到了田家门口。我最后问你一遍，这件事情你能不能反对？学庆，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呢？我不懂事。爸，你不反驳是吧？我反对。里面的田老四，你给我听着，你要打大局的主意，你就先杀了我，要不然我活着就不可能让你得逞。田大河脱下自己的鞋子，拿鞋底打着田学庆。你这个糟温的孩子，你还骂你四叔，我打你。学庆，算是爸爸求你了，这件事情你就别管了。爸，从小到大，我爷爷奶奶除了虐待大你姐妹他们，就是对我们大房最差。但是为了你，我们都忍了，什么也不管。但是今天的事情，我必须管。田大河气得浑身发抖，我听得一头雾水。二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以前不是挺聪明的吗？今天怎么变了？大妮，我现在理解当初你一定要离开的心情了。怎么了？四叔回来要将大菊带去市里，让她嫁给比她大25岁的男人做老婆。这么荒唐的事情，偏偏我爷爷奶奶就同意了。而这个男人说是我们的父亲，却在这时候依然不站出来保护我们。既然同意了，大伯，你怎么能同意呢？你知道吗？你这一点头就是让大菊进入了地狱。大菊也不比二丫大几岁啊。大妮，我也是没有办法，你爷爷奶奶都那么说了，我怎么能反对呢？大伯，你忘记了吗？你不光是别人的儿子，你还是一个丈夫，一个父亲。如果一个男人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子、自己的女儿，那他还有什么资格于孝？爸，你醒一醒吧，你听听大妮的话，你不光是儿子，你还是我们的父亲啊！田老汉从院内出来，这么多，在外面站着干嘛？都进来！几人听见声音后，都进了田家的门。你们3个来我们家干嘛？滚！马上给我滚！奶奶这么急迫的叫我们走，是不是也感觉你们做的事情见不得光啊？怕人知道啊？大妮他们也是田家人，愿意来就来。学庆，你这个孩子以前可是一个好孩子，怎么也变得不三不四了？别和那些不靠谱的人学。哈，不三不四？同意他田思文将我妹嫁给大他25岁的男人，就不是不三不四了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爸，你看看这个家都成什么样子了，这日子能过了吗？侄子都能爬到叔叔头上拉屎吧？行了，你也别怪学庆，也是你不像样子。哎，我也是糊涂了，怎么能答应你说的事情？大菊才16岁，在家再留2年，不着急找婆家。那边我都说好了。说好了也不行，滚进去！行了，这件事情就这样吧。学庆，你也别闹了。看事情结束后，3人回到了家中。还好爷爷转性了，不然大菊姐就惨了。我觉得没那么简单，简单收拾一下就上床了。但是我有点愁啊，2个主线任务还没有完成，现在又多出2个支线任务。第一个支线任务，粉碎田老四的算计，获得堂哥的好感。第2天晌午的时，外面传来了喊我的声音：大姐，是大伯母。我出去看看。大妮，你在家啊？我还以为你不在呢。大娘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大妮啊，我那里有些活计自己忙不来了，想要找二丫去帮帮我。你知道的，全家就指着我。我脱口就要答应，却突然他发现马大花目光中的闪烁。家里的长辈在面前给我下跪，只因他想带妹妹回去干活。我看着他一下一下磕着头，在门口又哭又喊，惹得邻居们在门口谩骂，说我让长辈下跪没了天理。但我是始终心如磐石，我只好向他撒了谎。大娘，按理来说这么点小事情我应该答应的，但是二丫从上次那件事情后就一直身体不好，精神也不是太好，医生也说过她要好好的休养，所以很抱歉，二丫不能和你去了。马大花眼睛瞪得大大。大妮，我求求你，你就让二丫和我去吧，要不然我会很惨的。大娘，怎么会惨呢？是因为干不完活吗？是啊，大妮，你也知道你爷爷奶奶的手段，我要是干不完活的，他们会对付我的。大妮，就算你可怜可怜我，就让二丫去吧。大娘，二丫是肯定不会和你去的。如果你因为活干不完被对付的话，我现在和你回去，帮你将活干完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行，就能二丫和我去。大娘，为什么呀？我都说了二丫身体不好，干活的事情为什么我去不行？
非要一个身体不好的二丫去。哎呀，大妮，我求你了，你别问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啊，我求求你，就让二丫和我去吧。我看向他的眼神带着冷漠，就知道这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大娘，明人不说暗话吧，你告诉田老四，他敢打二丫的主意，我就敢去他们单位找领导，二丫的户口或者其他，他能做手脚，但是我爸重婚的事情可没办法抵赖。他真的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他公婆和小叔子的计划的？大娘，请回吧。马大花扑通一声，大妮啊，我知道你会恨我，怪我，可是我也是没有办法的。我家你2个堂哥他们从小就疼爱大菊这个妹妹，他们发话了，如果老四要敢带大菊走，他们就去拼命啊。大妮啊，他们2个要是有什么不测，我也活不下去了。马大花见我不说话，又开始说那男人的事情。我问过了，老四找的那个男人，除了岁数大一点，其他的没有什么不好。二丫她就是一个农村丫头，找一个市里的对象也不亏啊。再者，你3个妹妹呢？你这送走一个，不是正好吗？大妮，你就让我带二丫走吧。我看着马大花，我这看人的眼光真是烂到家了。要不是因为之前他们一家对他有所帮助，还真想拿着棍子打。大娘，你的意思简单来说，就是让那个二丫牺牲一下，保住你的女儿大菊呗。马大花的脸一红，大妮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也是没办法。大菊是我的小女儿啊，那是我的命根子。你母亲死得早啊，父亲又不管你们，二丫对你来说是负担啊。大娘，你走吧。看在大伯父的面子上，我不想说过分的话，但是现在，请你离开我的家。围着的村民只看见马大花着，直摇头。你们说这个田大妮，以前对田老汉他们也就算了，毕竟是田老汉他们做事不仗义。可是这马大花，长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，对他们姐妹可是不错的。可不是啊，这田大妮现在做事真是越来越没章程了。越来越六亲不认了，这样的人还是少来往吧。马大花听着这些话，觉得还有些希望。大妮，你想一想我的话吧，你大伯已经答应了，我不能让大菊走啊，你就让二丫去吧。大妮，求你了。不用求我，离开这里。马大花又开始哭了，我拉着马大花就往外走。我不走，大妮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走了。我心里厌烦得很，想着以后他们的事绝不会多管，以自己可怜为理由做一些自私自利的事情，简直比恶人更让人恶心。我把人撵出去后，直接将门也反锁了。大姐，大娘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们只要记住一点，以后离大娘远点就行了。二丫和三丫对视一眼，这边马大花坐在家门口，大声的哭嚎着，田老汉的声音便传了出来：“老大家的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呢？给我滚回去！”爸，我这不是……我让你滚回去！我在院内听见议论声没了，呼了一口气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老娘不管了，爱谁谁！脑中嗡的一声，震得他差点脑震荡。干嘛？震死我！你好换个主人！我的天，我的脑袋疼死我了！主人，这是给你警告，请你以任务为重。不是，你刚才没看见那马大花怎么做事怎么说话的？她要牺牲的是我妹妹，我还去帮她女儿，我这么圣母啊！我不。好了好了，你是大爷，你是亲大爷，我管，我帮，我圣母，可以了吗？主人，以任务为重，不要忘记了，不成功便成人。这是惹的什么杀神啊？人家的空间系统都是金手指，我呢，惹回来一把夺命的刀啊！哎，叹什么气？遇到什么事了？我把刚才的事情又和赵刚讲了。你说我爷爷奶奶到底在想些什么呢？4个儿子，没那一个像样子，我真的就是不明白，将儿子教育这样，我爷奶他们还能洋洋得意呢，而且还把主意打在了孙女身上，真是不怕死了下18层地狱。龙有9子各有不同，一样米养百样人，人啊不一样。是啊，不一样。看田家没动静了，想来是怕二丫麻烦，不打他的主意了。这大娘倒是没心眼的被人利用。大局，哎，还是一个16岁的孩子。大妮，他自有他爸妈和哥哥管着，你不用为他操心，先让牛粪盯着吧，看情况再说。晚上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因为明天是支线任务的最后一天，需要获得20人的好感，这怎么在1天之内办成啊？明明每天8点的早班车，到了12点都还没见车影，可我早上7点就在客车站等着。这都要中午了，客车是不是出了问题了？坏的不灵，好的灵，客车一定没事，一定没事。就在这时，远处赶来一个马车。你们2个还等客车呢？客车的司机今天小舅子结婚，车早上走得早。我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。赵刚拍拍我的肩膀，车都走了，我们明天再去吧。真是好的不灵，坏的灵，我今天一定要去市里，走着也要去。大妮，你今天……赵刚，你别问了，我真的得去。你们上市里有急事，要不坐上来，我带你们一程。哎呀，那就谢谢您了。走了不久，一辆马车冲过来。哟，这不是张家小子吗？你这匆匆忙忙的干嘛啊？孙叔，你快让开，客车翻了。
咱们村子老多人坐那趟车了，我得回村通知去。弄好了，还能让人见最后一面呢。我的妈，妈咋翻了？还不是那倒灶的司机。今天他小舅子结婚，昨天帮着代客就开始灌马尿，今天没醒酒就开车，这不翻了。那我退回去，你快点回村说一声。哎呀妈，这是啊，让不让人活了？我却整个人傻了。我想起空间说的那句话，你早就知道这场车祸。主人，不该问的不要问，要记住完成任务。我身上一下子泛起鸡皮疙瘩，这空间真的太诡异了。不多时，马车就到了油板道上。哎，看前面那么多人围着，还有哭声，是不是翻车的地方？我抬头看去，那辆翻了的客车斜躺在路边，车内传来阵阵哀嚎。小六，你在不在了？你回答骂一句啊！平子，我的平子啊，你咋就不听话呢？我说了今天不让去市里，你非要去，你要妈的命吧！几个壮汉要去撬开车，我见状心中一突，停下！周围的人抬头看向我，我已经来到了车前。几位大哥，翻车的客车要撬不是这样撬的啊！这还有说道？是的，这要是弄不对的话，会对里面的人造成2次伤害，也会让本来可以急救的人失去生命。这真的假的啊？他说的是真的，你们救人心切，但是要讲究办法。你们既然知道，能帮忙救人吗？其他人期盼地看着我们，我和赵刚对视一眼，而后点点头。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先把客车的门打开，然后进去一个人。翻车的地方好在是平地，不是陡峭的山壁。终于有人被救出来了。出来，有人被救出来了，快看看是谁。六，我的儿啊，儿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醒来和妈说说话啊！我的天啊，儿啊！老人家，你先站在一边，我来看看。我蹲在了男子的身边，检查了一番，头部受创，流血不止，呼吸堵塞。缓慢呼吸，要缓慢，会很疼，但是要挺住。和他说鼓励的话，不要让他昏迷，保持呼吸通畅。那边扯出来几个人，我就救了几个人，累得满头是汗。医生和护士赶来后，看到急救得当的伤者，高兴不已。这是严重的超载了，一个客车最多是24人，这抬出了47个人了。这段路就这一趟客车，来往的人坐不上车就要不行，所以就算看着人数多，也会往上挤。队长，快来，车里还有一个女孩，她的双腿被铁管插住了。不多时，他脸色不好的出来了，来到医生的身边。医生，里面的那个女孩需要截肢。什么？截肢？周围人都看了过来，我也看了过去。是，她的腿被压住了，想要救出来必须截肢。那女孩多大？15、16岁的样子。在场的人都沉默了，一息之间传来了一个女孩的惊呼声音：“你们走开！妈，哥哥，等一下！”看着那被压住腿的女孩，真的是你，大橘，你怎么在车上？大姐，大姐救我，他们要砍我的腿。你认识她？我堂妹，大橘，大姐在这里呢，你怎么在车上的？我不知道，爷爷给我喝糖水，喝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，然后醒来就看到他们要砍我的腿。我沉默一下，田老汉是为了安眠药，让田老四偷偷的带走。我刚才看见田思文被抬出来了，人还是清醒的。这个王八蛋，他是清醒的，不知道大橘还在车上吗？一声都不说，他不知道大橘会送命吗？别生气了，现在重要是大橘。大橘，不要害怕，有大姐在呢。只见铁扶手被震断了，插进了田大橘的小腿中，连着车底部和一个椅子。队长，如果把这个铁扶手切开，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截肢了？这里没有电源，电锯无法使用，手动去切断这个铁管子需要的时间太多。你堂妹腿上的部分是大动脉，失血过多会让她性命不保的。如果把这个底部拆掉呢？这拆开的话，时间上是够了，但是这客车是公家的，无辜损坏，我们没法交代，我们需要手续。等你们办完手续，大橘已经失血过多了。大队长，我给你写一张欠条，因为就大橘对这个客车造成的损坏，以后维修的费用我来付，我们一码归一码，这样可以吗？好。而后有警员压住大橘的腿，大橘失声惨叫着，疼。铁管终于拔出来了，我想要救治，却发现手在抖，银针下不去。去往市里的救护车上，我看着大橘，我真的没用，我抢救了那么多人，到最后却没有办法对我自己的妹妹进行任何的救治。大聂，医者难自医，对自己的家人下不去手的医生，你不是唯一的一个。